网络前的各位一直关注着中茂盛家拍卖的各位藏友们，还有瓷器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现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呢，来到了瓷珍漆的预展现场。这一次瓷珍呢，也是延续了以往的一个风格，就是希望在布展的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是展示出来器物的美。那么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来看看这一场的瓷珍漆都有哪一些好玩的东西吧。这场瓷珍漆呢，我们因为是按照的这样的一个多宝格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很多的器物置在多宝格当中。那大家能够想到的，将多宝格玩的炉火纯青的，肯定就是乾隆皇帝了。对，乾隆爷。对，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做一个现代版的一个古物的融合。在我们这个吊帘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嘉靖一系列的一个拍品啊，和嘉靖这种呛金的大漆的箱子做融合，然后紫檀的小鸡配上这些茶盏。实惠的小的这个案面，然后呢，我们也是配上了一些文房小件。我们把这个红木的这个大柜子也是配上了传统的官窑。当然大家能够来到现场的话，会感觉到更加的一个深刻。这一组柜子呢，就是我们本次的一个小杯子的一个专题了，包含了非常多琳琅满目的小杯子，可以说各种品类都有。对，从成化，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宣统时候的湖南瓷业公司，各种门类都含在其中了。别看虽然都是同样的杯子啊，但是工艺、年份。包括它可玩可赏的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功能性。对，这一只墨彩的小杯子，我们的起拍都是非常的便宜，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于的参与，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一个可以用来喝酒啊小酒盅，然后非常的雅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特色的，它是改了一下，改了一下，他就是把这个当做小酒盅，然后当做了一个小花篮，然后这个确实是这个国外的工艺包的口，可以说是这个中西结合了。对，很有意思。对，也是铜制的这个矾红彩的官窑杯子。这一看就是当时流到国外的时候让他们的一个，对，给他们镶上去的。是的，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大家的可能审美啊、意趣啊、方向都不一样，所以当一个古代的一个东西和海外的这样一个工艺相融合的时候，它确实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巧思出来。也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因为这个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它是作为一个喝酒的一个酒盅，但是国外我们都知道喝的是葡萄酒，然后威士忌这些的，那他们当时收到这个东西一看，他理解不了白酒的那个东西，然后对了是吧？对，可能他就是把它作为了一个改饰，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的装饰品，然后放在上面就觉得还挺好看的。对，因为他都把口沿包住了，确实也没有办法再去做这样的它原始的一个功能作用了。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如果要是藏家买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您的这个小架子上面呀，做一个这个可赏、可玩的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是的，对，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我们这次本场有251件一共，对吧？对，我们251件呢，然后因为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全部都摆在柜子里面，那其实都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美丽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呢，我们就是把它置在这样的一个景当中呢，其实反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你比如说像这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到2个博古柜，一个是楠木的，配上了这样的一些文房小件，对。还是非常雅致的。对，像这样一个楠木的小柜子呢，我们配上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文房小件。其实从清早期、明早期一直到了这个民国时候，但是这些小件搭配在一起还是非常的可爱的，大部分都无底架。对，是的，所以有一些小东西啊，很容易被埋没掉。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摆出来，对，你就会觉得哦，它好像有这么可爱吗？但是你把它摆出来以后，就是哎，还真的是挺可爱、挺雅致的。对，这个也是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瓷器上经常会讲一个小器大做，就是小器大样，就是很多东西你要是不看到实物，不放到这个当中，就是有一个对比性，像我们2个人站在这里，你像这种东西都是有大件的。对，它等于把大的一个缩的一个小的一个案头。那梅瓶我们常见到了，就是那种大的那样的梅瓶，即使小 size 我们也会说它也有个10多公分，但这一种就真的是在尺寸之余，就是非常的可爱。是你这个如果要是看照片儿。对吧？拍完了以后你不写尺寸，别人说多大呀，对吧？这么大的也有，这么小的也有。我也是犯了一个错误，这一件当时在做书的时候，我给它放成这么大，因为我想的是个大喜字，那种这样的一个海棠喜，结果没有想到拿过来以后是这么小的一个喜字，我也是，确实，它整个全是其实是把经典的那种，不管是明宋还是清代的那种的一个宫廷的一个知识，全部缩小成比例了。对，就是为了方便案头这样的一个观赏把玩，然后就会觉得说是集从宋一直到宋元明清，对，所有的这个工艺，然后所有的这种技法都在上面，就会觉得哎很有成就感。是，对。其实小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会更难做，对吧？你比如说，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画得很细的一个小的，我就想，我说古代时候有放大镜吗？我第一是这样想的，我说不然怎么画上去的？对，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可爱。而且像这一个小鹿头尊，我们常见到鹿头尊很大，没有耳朵那只鹿头尊最出名的其实就是静家堂那一只了，也是山东商会的这个旧藏。那这一只呢，其实就是比照的，就是那种没有耳朵的那种鹿头尊，也是鹿头尊的一个初始形态。它底下还有一个鹿的一个款，特别可爱，就是和它这个主题是完完全全契合在一块儿的。所以就是小器大样，其实也就说的是这一类的一个器皿。古人还是要比我们会玩的。对，对，真的。当然了，不光是这些，可能说是我们说的就民谣当中的一些小精品，然后非常可爱巧思，但其实在官窑里面呢，也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品的。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上面为什么加了一个台子呢？也是把它托高，这样的话能给大家摆出来。如果你真的是在书房的书桌上用的话是什么样？你可以放一个小鸡，然后呢上面放上你的这个印泥盒呀，还有这个瓷印章，这个很符合现在那种榻榻米。对吧？你的一个大阳台或者一卧室的一角，然后放了这么几个，旁边有一个茶台，对，也是挺雅致的。是的，对，这次您说没有？我想问一下，我看这次这个是很受。对的是吧？对，很受大家欢迎。对，因为这个呢，刚好我们这次有一个乾隆大阅图，乾隆大阅图里面呢，当时乾隆皇帝手上也是带了一个扳指，就是这一个，就是仿勘达汉的这样一个扳指，其实就是仿鹿角。那么如果要是鹿角做的扳指的话呢，也是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针戳的一个。是针戳的吗？还是说专门它是就是那个骨？如果鹿角它自己的骨头是天然有这样的纹理，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瓷仿鹿角嘛，所以它就是加了一些工艺在里面，也是非常的有巧思，很有意思这一件。对，老的物件还是挺有味道的，每一件都还是有它的这个传承的一个经典。然后这次瓷印章呢，有一方印。我自己特别喜欢，其实如果按大小来说的话，我更喜欢黄色那一方印，因为非常可爱小巧。但是呢，如果要是论篆刻的内容，我真的更喜欢这个。他写的是“但求无愧我心”。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藏家都会想要这样一方有着很大气磅礴这样一个寓意的一个章吧。对，然后其实这一方也是很可爱。这一方闲章的话呢，其实就更加的雅致了。它是半潭秋水一房山，然后你看这个，真的是很小巧。对，这个釉也很好啊。对，而且我觉得玩瓷印章的人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瓷印章它更有一种温度在手里面，就它拿在手上的时候它是有温度的。对，所以刚好品相也都还不错，所以很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哪位有缘人可以竞购得到它。刚才还有一个人看了这个箱子，对，皮箱，这个箱子很有意思。征集到他们4个
都是在前后大概2、3天吧。你知道吗？这个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就是先征集到这个小的葫芦瓶，然后小的这个盘子，加进款的。这次感觉主打就是一个玩儿呀，就是一个玩儿。对，其实你说它有什么实际功能？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实际功能。但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如果这种葫芦瓶，我能想到一个，就是你加一个塞子，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做香水瓶，这是我一直原来想的，然后一直没有把它实现的。就你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倒一倒，对吧？出来一点点，然后抹在这个腕当中，然后再把它塞上。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然后做上一个那个璎珞，然后那个可以做配饰，就是大的毛衣链，男的也可以，然后男的可以就做，比如说放到这儿的这种的都很好看，我觉得。对，因为它刚好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系绳的。对的，就它刚好是在它这个腰上是可以系绳的，都不用打个洞。对，然后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属于我们刚刚说的，那边是明座，这边是官座，包含这个渑头缸啊，也是我们的气势一下也出来了啊。对，这个渑头缸也是同治大婚瓷当中所烧制的这个皇帝洪福的渑头缸，那么应该是就剩下就是渑头缸当时根据西博士他那个档案里面说啊，就他自己梳理的档案里面就是很少。然后呢，它展览当中，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大婚瓷展览当中的一个原件，对。然后包含这样的小佛，真的非常精神。就你别看它做的这么小，但是它的工真的一点都不差，身上的璎珞那种很有质感的凹凸，然后包含它整个器身的一个洋彩的一个配比，我觉得还是很有。很棒的一件作品，对，而且它还有个盒，对，老盒。还有一个就是造像它的比例呀，然后包括烧造呀，很多其实是要比我们的盘碗呀什么，其实都要复杂很多。对，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工艺，比如说有一些塑形的一个工艺啊，对吧？一个捏塑啊，然后贴塑啊这样的一个工艺还是很难得的。而且满是金彩，这种仿那种铜鎏金嘛。如果我们要是把照片比例放很大的话，你也会觉得哦，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尊。对。但其实它就是这么小，所以你要想在工匠里面，就手指就是在那么细微之间，然后去做到它的衣褶的处理、面部的这个处理，还是非常难得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斋戒牌，对吧？对，那边有个葫芦形的斋戒牌，是宫粉地的。对，我看到那个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松石绿的，对，一个斋戒牌。然后前面是这个斋戒的这个汉字，后面就是这个满文。满文，对，也是非常的可爱。我觉得斋戒牌还是好看。对，参考。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还有一批茶盏。那茶盏呢，我们那天也是有个活动嘛，就是说，刚好是点茶，然后的那种色白，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一个茶盏，就会更显出来它的那个双方的一个交融之美。我们还有很多，继续往后走吧。刚刚那些地方呢，都是一些可赏可玩的地方。那到了这边呢，重要的我们都还是安排在了这个独立的展柜当中的。其实每一次都特别喜欢有个标签，然后都会用一个器物，然后圆圆的，然后当做那个标签。这次的标签就是它。是的。为什么把它做标签呢？第一个是它学术性很强。安鸟的款大清康熙年制，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非常典型的安窑款制。然后呢，外壁是这个连托杂宝，内壁画的是这个大象的这个图案，所以整个呢还是和这个佛教题材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一件还是非常的漂亮。旁边这个花箍呢，就是很特殊了。对，很特殊了。这次我们重要的拍品都给大家写了签儿，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小签儿，然后在旁边是方便大家做锦盒用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就是没有每个买到拍品的藏家们都能够直接配比到它的一个签儿，因为它可能它的盒子并不一定是老盒，但我们希望就是真爱它的人能够用这个签，然后给它一个新的家，然后把这个签儿给它贴上去，然后就流传下来了。对，嗯，用的印也是我们这场的印。对，我们可能要稍微迅速一点。
因为一会儿3点钟不是有一个直播的那个什么活动？对，我们马上还会有个茶道的活动。茶道的活动，对，3点钟直播。这一些呢，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来看了，我们也就不多讲了。但是有1、2个展区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其中一个展区呢，就是在这一边，对，小心哦。这样一个外胭脂红，然后内壁是广彩的这样的一组盘子。那么这一组盘子呢，为什么现在在市场上面这么受欢迎？其实跟它的学术性还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我觉得装饰性特别强。对，然后刚刚还有客人在说，哦，最近广珐琅很火。广珐琅，其实最在意的其实就是它的珐琅的一个界定了。原来的狭义的珐琅，我们都知道就是景德镇烧制白胎到了宫廷的造办处，然后呢上料款，然后诗书画印集一身。那现在呢，我们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也是往前推进。那么我们发现广州其实当时就有这个最早的一个，对，这个包含这个胭脂红，其实都是这个珐琅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一个面貌。对，因为它那个时候原来是个贸易的一个那个什么嘛，你国外进口的这些材料都要通过广州。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广珐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千篇一律。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文人意趣在里面的。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山水盘，很有画意。其实它还是和当时的工匠，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也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个呈现。是的，对，整个就是无论你是看它就是从画工上来讲，然后题材上来讲，很多就是可能创新性会更强一些，对吧？整个，所以更多精彩等您来发现。然后我们直接转过身来，我们就能看得到2个非常大的一个盘子。那其中一个盘子客人正在看，对，然后是一个永乐大盘。我们现在刚好还剩下一个这个元青花的这样的一个大盘。其实这一块盘子真的是质量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发色，青花的一个发色，它的那种层次的一个晕染，真的是苏麻离青当时是非常经典的一种表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壁，它的这个装饰技法也很特别，是青花留白的这个连瓣纹里面有杂宝。那其实在这个元青花当中有杂宝纹，确实是都是很高级的一个器物。你包含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在香港上拍的一些鱼藻纹的大罐呢，它都是含有这个杂宝纹的。所以有杂宝纹也许是判定这个品级的其中一个元素，对，一个标准也可以说。对，刚好这一场呢，就是天明楼藏瓷当中也有一件，里面也是同样的画这个冻石芭蕉挖果的。那我们这个它当时它的比例是占的这么大啊，包含了一个杂纹，我们的比例是小一点点，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气势啊，一个造型啊，都还是很不错的。这件拍品可以真的说得上是虽残犹真了。我们没有做商业性的一个修复，只是把它做了一个美观性的一个修复。具体的品相问题呢，大家是可以到现场来一目了然的。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上面也有详细的一个品相报告。对，然后这一边呢，这个盘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完全的对半开来啊，它其实就是冲线冲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它没有取掉居钉，没有做修复，它还是保留了一个老的一个居钉。其实这也是一种古意。对，我觉得。一件器物，很多的藏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理解。那这一个呢，虽然说是它有品相上的一个瑕疵，但是我认为就是在我们可能前辈或者上一代的藏家还是非常珍惜它，打了这个居钉，而且呢，尽量的保存了它这样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棒的。这种折沿的一把帘的大盘在永乐里面是更为少见的。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2块大盘。对，然后我们今天的下午3点钟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茶道的活动，就是关于这一批盏究竟是点茶的一个技法怎么样和盏相融合，然后这个盏又是怎么给文人墨客，然后茶人以不一样的一个心境和不同的一个体验。今天的下午的讲座呢，会由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是非遗点茶的传承人黄建红老师为大家一一介绍。那么还请大家稍等片
片刻，然后我们精彩即将继续。差不多还有几分钟。对对对，我们一会儿见。对，一会儿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机器转个场。是的，嗯。